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将以视频方式出席 G20 峰会。俄乌冲突已近9个月，双方战场局势仍然焦灼。乌方最近在赫尔松取得了重要进展，而就在乌克兰不断收复土地的同时，乌克兰和美西方官员频频放话要与俄罗斯谈判。对此，俄罗斯方面表示，乌克兰在谈判方面放出的信息是矛盾的，提出的谈判条件也是荒谬的，俄罗斯完全不能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15日在 G20 峰会上视频讲话。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出席峰会，而由俄外长拉夫罗夫代为出席。泽连斯基表示，他讲话时会阐明乌克兰的立场，还会对许多问题给予公开答复。11月9日，俄罗斯国防部再次宣布从赫尔松部分地区撤军至第聂伯河东岸。赫尔松市是俄军此前控制的唯一乌克兰地区首府。乌克兰欢庆这一胜利，并称之为历史性时刻。不过，俄罗斯退守第聂伯河东岸，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俄乌冲突的态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和卢甘斯克地区击退了乌军的军事行动，并继续发动进攻，占领了马奥尔斯克村，同时打击了乌克兰空军位于切尔卡瑟的一座军火库。同一天，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军13日在顿涅茨克地区和卢甘斯克地区击退了俄军的进攻，并继续在赫尔松地区第聂伯河西岸进行排雷行动。乌克兰南方作战指挥部当天还称，过去1周乌军已夺回179个定居点，面积超过4500平方公里。不过，乌克兰和美国高官及媒体近2天却频频提及与俄谈判。乌克兰外长库列巴12日在东盟峰会期间的记者会上放风称，如果与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提出会谈的请求，乌克兰方面会予以考虑。不过，俄外长没有向他提出会晤的建议，乌方没有看到莫斯科真诚准备谈判的迹象。曾在俄乌谈判中担任乌方代表团团长的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12日称，乌方最早可能于2023年下半年恢复与俄的谈判。就连曾将绝不谈判写进总统令的乌总统泽连斯基日前也称，国际社会应迫使俄罗斯进行真正的和平谈判。他还为谈判提出了几个条件：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赔偿战争造成的所有损失，惩罚每一个战争罪犯。但美联社称，泽连斯基提出的谈判先决条件对莫斯科来说是行不通的。对于整个的这个战局来讲，整个的这个国际环境来讲，其实双方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这种物质上的负担和这个心理上的负担。那么对于乌克兰的这个主要的支持者西方国家来讲，其实也面临着很严重的一些国际的问题。所以这些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已经创造了一种可以进行谈判的这样的一种空间和一种环境。但是还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需要双方去努力迈出这样的一步。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摸索的过程还要需要一段的时间。对于乌克兰和美国近来频频放出谈判的信息，俄联邦委员会副主席科萨切夫12日表示，泽连斯基和其他乌方高官故意提出荒谬和莫斯科无法接受的谈判先决条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日在东盟系列会议上与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会谈中则重申，任何与俄罗斯谈判框架的时间和内容仍由乌克兰决定。俄罗斯它是有充分的理由要进行这样一个谈判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谈判的内容相差太远了，因为俄罗斯可能不会做太大的这样的让步。那么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进行这个和平的这种谈判的话，其实需要一种力量将双方巨大的这种主张的这个差异来进行弥补，可能要有助于这个乌克兰，有助于这个西方国家在这个方面可能要做出这个更大的一些努力才可以。